顶级王室的婚礼有多奢华繁琐，新娘必须身穿暗红色内衬打底，然后配套黄金手腰，仆人在身后使出吃奶的劲，直到新娘的腰呈现 A4 纸大小。之后新娘需要穿上裙撑，胸前再围上一层薄纱，紧接着要穿上婚纱，套上婚裙，披上金线外套，还要将一把铁尺竖在胸前，这样可以让新娘的身材更加挺拔。最后还要将50斤重的黄金配饰一件一件的挂在新娘身上，如此这般才算是完成了婚礼的前戏。随后王子和公主在众人注视下交换对戒，献上彼此甜蜜的亲吻，再由老婆婆为新娘戴上24K 纯金王冕，众人欢呼雀跃，掌声如潮。但仪式还不算完，一对新人乘坐黄金打造的马车一路向北，来到王国的神山昭告先祖。一个神官用匕首划开新人的手掌，让血液彼此融合，最后郑重宣布新娘有了王室血脉。婚礼虽然有些繁琐，但是新娘一想到能够和爱的人厮守终生，受一点苦也没什么。然而仪式结束的下一秒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子变得如此心狠手辣？故事还要从头说起。主人公小美是北境小国的一位公主，但是由于国力有限，小美也和平常人一样，在地里捡柴和做家务。这天北境突然来了一队人马，为首的人是一个红衣神官。神官看着小美和她的妹妹二丫，半晌之后吐出2个字还行。小美看着神官和旁边的父母一脸懵，询问后才得知南方的奥利帝国为王子提亲，娶的人正是小美。父亲一脸兴奋，说这个王子拥有一支完整的船队和载满黄金的马车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两家联姻，就会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，毕竟我们粮仓早就空了。作为这个国家的公主，小美不得不答应这门亲事，来守住这张来之不易的长期饭票。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奥利帝国进发。在海上他们穿过重重迷雾，沿着巨龙形状的灯塔，终于来到了奥利大陆。这里平原辽阔，气候宜人，风景秀丽，民风淳朴。马车没走多远，灰色的城堡就屹立在众人眼前。一家人从黄金马车上缓缓走下，对周围的环境赞不绝口。小美真没想到这个地方如此繁荣。稍事休息之后，小美终于见到了奥利王国的女王。看得出来女王雍容华贵，谈吐间尽显王室风范。旁边的王子虽然不是十分英俊，但也还算是顺眼。一对新人对婚礼都没有什么意见，只能靠两家的长辈去操持商量。小美也趁机和王子独处了一会儿，通过聊天发现这个王子幽默率真，平易近人，对于小美展现出十足的耐心。就连在小美提出想要骑马闲逛的时候，王子也欣然同意了。随着两人两马越走越远，他们的感情也逐渐升温。对于懵懂小美来说，也许这就是爱情。王子告诉小美，按照惯例他们的婚礼会举行一个古老的仪式，让小美有个心理准备。此时的小美满心满眼都是王子以及脚下美不胜收的风景，根本没把王子说的仪式放在眼里。殊不知这才是她命里最大的劫难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结婚当日，小美身穿皇室的婚纱，就像视频开头提到的那样，盛装出席与王子的婚礼。他们交换戒指，亲吻彼此，小美眼中的爱意越来越浓。紧接着黄金马车载着他们来到神山，去举行那个古老的仪式。刚来到此处，小美有些害怕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戴着奇怪的面具，气氛有些神秘，更有些诡异。这时红衣神官用小刀将一对新人的双手割开，让他们的血液相融，然后大声宣布现在他流淌着皇室的血。众人纷纷低头致意。仪式结束之后，王子贴心地抱起了小美。就当小美沉浸在爱人怀抱里的时候，王子突然将她扔进了万丈深渊。等小美醒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掉到了山洞的底部。虽然藤蔓卸掉了大部分的重力，但小美还是被摔得七荤八素。她想爬上石壁，可是石壁太高了。她大声呼救，回应她的只有自己的回声。不仅如此，小美还在洞底发现了不属于自己的首饰。她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是一个祭祀品。这时她发现旁边的洞口有微弱的光影，小美前去查看，漫天着着火的蝙蝠冲她飞来。小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如此恐怖的景象宛如地狱。下一秒，地狱使者终于出现，他就是这座山的守护者恶龙。恶龙竟然能和小美交流。恶龙对小美说，世世代代你们族类必须偿还，我已经闻到了你血液中皇室的味道。小美看了看手上的伤口，心中了然，随后便向远处跑去。紧跟着恶龙喷出熊熊烈火，小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这才侥幸逃脱。她借着微弱的亮光来到了一处石壁，石壁上闪烁的星星点点的荧光。走近时才发现，原来光是小虫子发出来的。她用小虫子和身上的布料做了一个简易的提灯，继续向前探索，果然发现了一处水源，那是冰雪融化滴落的水。正当小美大口朵颐的时候，恶龙突然出现，险些要了小美的命，并将小美逼入了一处地下洞穴。在墙壁上，小美发现了无数女人的名字，地面上还有数不清的骸骨。小美近乎绝望，也许她也会像其他女孩一样死在这里。
无计可施的小美在这里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冒着萤火的虫子居然可以愈合伤口，这让小美非常开心。小美还在墙壁上发现了一张地图，这张地图就是之前的姐妹们留下的。根据这张地图所示，只要一直向上爬就能找到出口。于是她将身上多余的装备全部扔掉，轻车简行，再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墙壁上，然后沿着地图所示前进。小美终于找到了出口，但出口的墙壁上挂满了尖锐的水晶，于是小美用衣服上的碎布裹住手脚，并用皇冠作为工具向上攀爬，有好几次差点跌落洞底。好在小美咬牙坚持，但弄出的声响还是惊动了不远处的恶龙。幸运的是，小美终于爬到了洞口，却发现眼前是万丈深渊，根本无路可走。恶龙袭来，小美又退回山洞之中。另一边，小美的父亲发现事情不对，找了3个伙计陪她来到神山，想要找寻女儿的踪迹，可是却吸引了恶龙的注意。恶龙轻而易举的便将众人掀翻在地，更是利用小美的父亲逼迫小美现身。可他低估了父亲对女儿的感情。父亲命令女儿不要现身，恶龙十分恼怒，直接处死了小美父亲。小美听着父亲的惨叫，不受控制的发出声响，恶龙向着声音的方向飞去。小美按到一声不好，沿着藤蔓往上爬，恶龙喷出火焰，差一点要了小美性命。小美向着洞口冲去，竟然奇迹般的逃出了神山。她连忙骑着马向山下跑去，恶龙随后紧跟。关键时刻，小美人马分离，用马来吸引恶龙的注意力，自己躲在了石头下面逃过一劫。恶龙十分愤怒，整座神山变成了一片火海。这景象被奥利帝国的女王看到，心想一定是小美闯了大祸，于是将小美的妹妹二丫作为另一个祭祀品献给恶龙。躲在石头下一整天的小美正要往山下走去，却发现了重伤的继母。当知道妹妹被抓走后，小美立刻返回了神山。她先做了一个能够发出声响的机关，机关触发后，恶龙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飞去。小美趁机将二丫救走，并将她藏在隐蔽处。小美准备正面和恶龙对抗，并告诉他一切的真相。原来奥利帝国古老的国王第一次来到神山时，曾毁了3个龙蛋。恶龙不仅将他们全部杀死，还跟皇室结了仇，让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献出3个女儿，好让皇室也跟他一样体会到失去子女的痛苦。然而皇室十分狡猾，用骗婚的形式将儿媳变作女儿来作为祭品，无数妙龄少女被利用欺骗。然而当小美把真相告诉恶龙后，恶龙却不为所动，狠狠地将小美按在龙爪之下。小美趁机用匕首刺伤了恶龙的眼睛，这也彻底激怒了恶龙。小美捡起二丫递给他的剑，直接和恶龙来了一个硬碰硬，虽然刺伤了胸口和爪子，但她自己也身受重伤。小美此时已经无计可施了，只能等待死神的降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小美突然转过头对恶龙大声咆哮 Show me your fire. Burn me. Burn me! 恶龙决定如他所愿，小美及时躲到一旁，岩浆般的火焰竟然转了一个诡异的弯度，袭击了恶龙。此时恶龙已经奄奄一息，小美将手掌摊起，之所以身上有皇室的气味，是因为她与王子的血液相融。小美本可杀了恶龙为父报仇，却将剑插在地上，将萤火虫放在恶龙身上帮其治疗。此时恶龙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当时狠厉的神情。奥利帝国正在为王子举办新一场婚礼，一对新人正在交换对戒。衣衫褴褛的小美在众人的注视中闪亮登场。小美温柔地告诉新娘，带上你的家人马上离开，然后笑着跟众人说道，我数10个数，如果还没走的人就再也别想走了。不少人害怕离开，剩下的都是顽固的皇族。 Insolent creature. You think we ought to fear you now? It's not me you should fear. This is the end of your story. 这时恶龙登场，一招火焰龙息，奥利帝国的皇宫成为了一片火海。小美慢慢从城堡走出。故事的最后，小美一家又回到了北方，决定和民众一起度过下一个寒冬。恶龙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。全篇完。